咱逐工啊，都是啊，遮尔有好的姻缘啊，聚集一堂啊，听经啊，讲经啊，这是偌呢真好的姻缘啊。所以咱爱真珍惜，在佛陀讲经的时代，嘛是爱看姻缘啦，契机请法啦，爱有讲的人，有听的人，也嘛都爱有适当的姻缘。所以讲，契机请说教法啦，文教五戒同基，文法义理五戒啊，亦以好结缘就。所以听经拢是有因缘呐，有诶呢，是伫某种诶因缘呐，开始有即个机会，就亲像为提起，为提起啊，伊呢看到伊诶宫中内底啊，两个夫妻辛辛苦苦啊，疼惜即个囝。这个囝呢，慢慢伫少年时代啊，交到无好的朋友，提不达到，所以不断安尼叛逆，迄个心态啊，互伊感觉到，伫风中享尽了人生的富有啊！这个国家呢，人民啊，人人会爱在。他毋望囝伊将来呢，会当接掌这个政策，会当施人爱民啊！无想到这个囡仔竟然呢，安尼会叛逆啊！所以伊感觉人生啊，哪会遮尔正伫富足中会不如意呢？虽然是遮尔正富足，却是呢无法度如意的心愿。毋望囡仔会乖，所以慢慢啊，对人世间的感情就心起着疑惑，也是有厌弃这个世间的情。所以，伊就去请佛陀啊来开示，这种到底是虾米世间嘛？我虾米代志都是事事圆满富足，哪会这个囡仔会安尼呢？世间到底呢是虾米款的因缘来结成？佛陀啊，就为这位为提起说教这是一个契机，因为呢，为提起来请教嘛，佛陀呢就要为伊说法，所以文法五戒同基，所以观无量寿经啦，就是为提起叫做同基者，就是会当通契机说法啦。佛陀为这个人来讲经，所以叫做同基那这种听佛的教法了后，伊会当误解啊！佛到底为伊讲什么法呢？都只讲过去，就是观无量寿经。佛陀为伊解说，是这个所住的地方。叫做娑婆世界，是伫阎浮提。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总是刚强难调伏。娑婆世界的众生，拢是各有带业带因缘来，所以伫这个五趣十机啊的地方，本来都是真污浊。
你若是有对这个世间的情啊不满足啊，那也阁有一个世界，那就是无量寿佛所居的地方，迄个所在，事事如人意啊，环境优美啊，寿命长久啊，等等呢，迄种真水的境界，这是佛陀啊向维提希所讲的法，互伊知影世间啊，就是遮尔厌恶，只爱你好傲伫迄个净土干净的啦，人心嘛真干净，国土嘛真干净啦。那伫迄个所在呢，寿命又是长吼，等等啦。那维提希听了后，起着迄个好傲啊，这个法文呢，伊真起伊的机，所以啊，就以观无量寿经啊为伊呢修行的方向，所以伊得到无生法忍嘛。不管呢，伊的囝是安怎的形态，他还是可以忍耐。那伊会当找机会啊，安怎样来劝告伊的囝？甲伊讲啊，你的老爸啊，你细汉的时是安怎疼你啊，毋甘互你疼。看你的镜头啊，工人伊呢亲身啊，用喙诉出伊的人来哦。看这种爸母疼囝的心是遮尔纯，遮尔正真啊！那不顾一切，甘愿为囝呢，安尼受尽委屈啊！敢若安尼轻轻一讲一个学下世啊，他呢突然间啊，如梦初醒啊，了解伊的错误啦，已经做着这种反逆罪啦，真恶业的罪过，所以伊求佛忏悔。看人生就是敢若一个心念，一个心念一转啊，可能呢就是永恒的毁灭。心念若不转啊，可能呢永生对落。所以讲听经啊，有因缘，契机请说法吼。那亲像安尼呢，咱有啥物代志，赶紧提起来问，无定着呢用你的根基，讲你要爱听的话，改变你的人生。这问教误解动机，虽然你的问题啦会当呢及时提出来请教，旁边的人听呢嘛感觉讲什么人伫咧请教法，我伫边仔听着都亲像伫咧讲我同款，我嘛是有受用。这种不管是动机啦，或者是呢旁边呢的这个助言啦，那安尼呢都是会当了解吼，这拢总叫做动机。那直接请教或者是旁边听到会当接受，这拢是对机啦，受法安尼叫做动机吼。那这个文法字味误解咧，若听啦，我都对你伫咧讲，我拢听无咧，我无了解，因为我心无这个境界，所以呢，讲这个法呢，甲我一点关系都无。虽然是无关系啦，嘛是伊感觉也听无吼，毋过呢，伊互结缘种，嘛是伫未来会结缘种啊。法华经内底原来有安尼的一段文啊，就是佛说法迄个中间，法华会上的会众，无定着也是结伫未来的结缘种。
这也是伫迄个发会日，嘛是伫过去呢，原来是有因缘，所以呢，伫发华会啊，也搁再来听法，毋是一次都有法度接受，无定着即次呢是一个因，来次呢搁有缘啦，所以因缘呐汇合啦，那这个果啊都会成就吼。所以呢，听经不管你听有听无啦，就是呢，爱起着恭敬好傲的心来听。即次听无，才也种一个因啦，为未来呢会结缘。有时阵呢，听的人无心啦，安尼都过去啊。有时阵啊，过后了后，无定着呢，伫某一个场合，碰到什么款的环境啊，无定着迄当阵会去想着，我伫什么时阵好亲像有听着即句话，即句话呢，伫我现在境界，感觉是真受用，嘛无定着啦。总讲一句呢，咱学佛啊，都爱多闻法，心有疑，爱赶紧请教。那安尼呢，自然咱家己呢本身啊会当积极受用，或者是呢会当别人也会当受用吼，或者是听无袂要紧，会当伫以后无定着原来会当受用。所以总讲一句呢，学佛啊，咱爱用心倾听吼，爱好好有问题赶紧提出来问，安尼呢，咱才有进步的机会。那前面呢，就是为替戏子乌舍世王，以肉间百千灌属机，都已经呢到这个会中来咯。那这个说法的地方是伫王舍城，王舍城呢是乌舍世王所领导的国度，所以因为安尼标出了这乌舍世王的名称出来吼。那安尼这个会啦，已经呢该来的人应该拢够济咯。那所以呢，佛陀伫迄个所在，人拢够济啦，各类佛教退坐一面吼，你是世尊，四种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这就是要甲咱讲，迄个境界，该来的人拢总来啦。那有遮侪人啊！有比丘，有菩萨啦，有天，有八部良神，阁有人间的人王，安尼呢，拢总到位咯吼。所以大家人到位呢，各类佛教啊，退坐一面。其实呢，毋是等甲大家人来才来礼佛吼，其实呢，来的时呀，就纷纷安尼来礼佛教啊，了后呢，慢慢退坐去吼，这是文化大众啦，前后分集，遮尔多人有前有后来啊吼，那先来的人呐，已经呢坐伫迄个所在等咯，礼佛教了后，就退到伊的位置去，坐伫迄个所在默然啦。后面呢，陆陆续续搁再来的人呢，还是共款，搁再礼佛教啊，又是搁再退一面坐。这是前后来的人礼佛了后，就退去边仔坐，安尼坐着等着吼，安尼呢前后啦，都是陆陆续续来，这就是要表示呢，将会礼仪成就。这个会场里呐，人遮尔真多啊，
必定要有前后礼仪啦。佛陀伫迄个所在，即种的仪规啦，应该爱有。一个大会若无有仪规啦，那都会乱吼。所以呢，佛陀的教法啦，无离开伫人的这个礼节吼，这个礼仪啊。所以呢，前后来有处事啊，那见分呢，作礼啊，这个礼仪啊，拢总有吼。这就是表达出了集中会场啊，礼敬仪规的成就。这咱会当想象出灵山会上啊，遮尔诚侪人安尼伫咧来，迄种呢庄严的队伍啊，前后有处事啊，迄种礼敬呢，场面会水吼。这都是对啊，人拢一碗的时阵，那伫这中间四种为了，人拢一碗来了后呢，四种为了，这呢嘛应该爱讲，对啊，佛啊初成佛的时，三宝呢的僧团已经具足啦。佛宝、法宝、僧宝啊，伫鹿野苑初转法轮了后，开始呢，佛陀啊就带着僧团爱入世度生咯。那伫这中间，咱人间的人看到佛啊、僧团啊，是遮尔诚庄严。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迄份的尊敬？有一回啊，有一位长者，安尼摸着这个佛陀的德，甲伊的威仪，希望咱会当亲近佛。有一天啊，想到佛陀呢，集中的地方开始的时呢。佛甲僧团啊，拢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所以伊就去啊，去到迄个佛陀集中的地方，天也未光啦，伊想要去看看佛陀因的生活是啥物方式，伊应该爱表达啥物款的礼仪。天也未光，他一路行来啊。看到迄个大树骹，好亲像呢，伫黑暗中啊，有一团的光啊，目睭阁甲伊看较清楚，好像呢有一群啊真庄严的人，伫迄个佛的周围啊游摇啊，伫迄个所在了啊，了佛了后。就用真虔诚伫迄个所在礼拜迄尊佛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看甲诚感动。忽然间呢，即群的人无去啦。那么，这位长者呢，伊感觉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人到底是倒位来的呢？伊静静想。敢是天人啊，天人啊，都会当来到人间啊，恭敬尊重啊，安尼向佛礼拜。礼拜以前呢，安尼伫咧摇佛啊，遐尼才整齐的摇佛，摇佛了后呢，安尼顶礼虔诚膜拜。所以呢，这位长者呢，伊安尼就开始。伊就学着这天人向佛做安尼围绕礼拜的方式，这都是佛陀到每一个所在啊，要恭敬以前，拢有安尼的礼节啊，这都是伫当初呢，佛初
成佛，要入世度生啊！迄当阵，人也毋知影要安怎礼敬，就是有这正机天人啊，安尼化作亲像人上共款来到佛前，安尼的悠遥悠酸啊，来向佛礼拜。这位长者呢，伊看到伊安尼学，从安尼开始就有这个摇佛礼拜的方式，所以啊，这是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除了呢，安尼的礼拜啦，其实呢是表示恭敬、尊重，这就是供养佛，是三供养啊。供养呢，有物质的供养，也阁有身体的敬重吼，的仪规吼，也阁有身体力行这种的供养，那都是将内心迄份的赞叹、敬重，真的每一尊佛啊，伫人间受人间的供养，人间呢要供养佛的呢，最重要就是身口意三业啊，除了敬的尊重啦，甚至呢，也阁都爱行的尊重，甲不断的赞叹。所以啊，佛法啊，要推行在人间啊，必定呢爱众生啊对佛的尊重、恭敬、赞叹，安尼呢来供养，安尼佛法啊，才会当畅通人间呐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呢，这种被众生恭敬供养的礼节呢，咱应该也爱好好来护持佛法，应该好好呢自我从心开始。佛陀虽然离开人间圆寂那已经有2000多年，不过呢，佛发心还是在人间就是伊的佛法永远慧命流传人间。虽然必定呢敬佛而佛在，佛陀的教法呢，有法的地方，咱都爱真恭敬所以呢，这就是佛陀的发心应住人间所以咱人人时时爱敬佛、敬佛，那必定爱敬法，也爱传法这才是咱为学弟子应该爱有的态度。所以必定爱时时做一个启基者、动机者，或者是呢要做结缘者，无不都是呢为法来追求，这都是真重要。所以请大家人呢时时爱多用心